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原演员今昔对比，唯他至今不温不火，满是美好回忆。李沁真不温不火？你没看他新剧？剧中最惨当属冷秋月。还记得《白鹿原》里那个让所有人又怜又叹的田小娥吗？那个在黄土坡上挣扎求存，眼里渐渐没了光的女人。扮演她的李沁，这些年好像总被一个词围绕着，不温不火。每次她的新剧播出，这个词就会像影子一样跟过来。可不火的人，怎么能从《白鹿原》一路走到《庆余年》，再到人生之路梦中的那片海？戏约不断，角色一个比一个硬，这恐怕是娱乐圈最值得玩味的一个悖论了。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17年，那部集结了张嘉译、何冰、秦海璐等一众戏骨的大戏《白鹿原》播出，李沁饰演的田小娥无疑是其中最刺眼也最悲情的一抹亮色。她不再是《红楼梦》里那个清冷的薛宝钗，也不是《璀璨人生》里乖巧的林家女，而是一个被命运反复践踏，却依然想活出一点人样的复杂女性。为了这个角色，她跟着剧组去农村体验生活，学纺线、擀面、下地，试图从皮肤到骨子里都浸透那个时代的气息。最终，她交出的答卷让许多人惊讶，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媚与悲，那种美好被一寸寸摧毁的过程，她演得让人心疼。也正是凭借田小娥，她拿到了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提名。可有趣的是，当同剧的雷佳音凭借前夫哥等角色一路飞升为书圈顶流，当年轻一辈的邓伦、翟天临也曾短暂闪耀又迅速陨落时，李沁似乎始终处在一个微妙的区间。她好像没有那种席卷全网、霸榜热搜的爆红时刻，但你的电视荧幕和网络平台上又总能隔三差五地看到她的新角色。你说她不火，那《庆余年》里捧着鸡腿、灵气十足的婉儿妹妹是怎么成为无数观众白月光的？你说她火，她的名字似乎又很少出现在那些流量混战的榜首。这恰恰戳中了一个核心问题：我们今天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演员火与不火？是微博热搜的个数，是机场接机粉丝的声浪，还是综艺上的曝光频率？如果按这个标准，李沁可能确实不合格。她很少炒作私生活，综艺也上的克制，街拍和红毯似乎也不是她博版面的主战场。但换个标准呢？看作品厚度、角色多样性和业内认可度。2019年的《庆余年》无疑是现象级的，林婉儿这个角色让她获得了更广泛的国民度。2023年，她接连交出《人生之路》里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里的大家闺秀童小梅，两个截然不同的年代角色，一个土的掉渣却坚韧无比，一个温婉知性且有主见，她都撑住了。2024年，她在电视剧品质盛典上拿下了年度品质表现力巨星，2025年又获得年度品质创造力巨星。这些奖项的名字听起来没那么有流量感，但在业内，他们代表着一种扎实的认可。他走的是一条具带人的路，用角色与观众对话，而非用话题绑架观众。这种模式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稳定性。回头再看《白鹿原》那个神奇的剧组，演员们的命运分也仿佛一个微缩的娱乐圈生态报告。饰演白嘉轩的张嘉译一直是收视和品质的保证，他用一部部生活剧奠定了自己国民大叔的地位，这是大男主的路子。饰演陆子霖的何冰则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员，他在舞台上和镜头前挥洒自如，是公认的表演艺术家。他曾在访谈中说，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陆子霖的影子，这种深刻的理解力让他无需依赖流量。而一些曾经星光熠熠的年轻人，
则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红的脆弱。翟天临，曾经的国事演员，因为一场直播中的知网是什么引发学术打假，一夜之间形象崩塌，几乎从演艺圈消失。邓伦也曾是炙手可热的古装小生，却因税务问题骤然沉寂。他们的火曾如烈火烹油，但熄灭的也如此迅速彻底。更戏剧性的是白灵这个角色的选角风波。最初电影版《白鹿原》选定李梦出演白灵，成片里她的戏份被删得一干二净。到了剧版，她再次被选中，拍了40多场戏后却被换掉，由当时还是新人的孙一接替。这次换角对李梦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阴影。相比之下，李沁从拿到田小娥这个角色到最终完成，虽然挑战巨大，但过程平稳。这种稳，是不是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和能力？我们常常热衷于讨论谁更红，却忽略了红的形态本身就在剧烈演变。过去，演员的声望积累于作品播放时的街头巷议，后来变成了杂志封面和电视访谈，如今则量化成了数据、热搜和超话排名。在这种新规则下，像李沁这样专注于戏内，相对疏离于戏外喧嚣的演员，很容易被归入不温不火的类别。但他的片约和角色质量又明确地反驳着这个标签。资本和制片方不是傻子，一个真正没有市场价值的演员是不可能持续获得《白鹿原》《庆余年》这种级别项目的重要角色的。观众也在分化，有一部分观众，他们的关注点永远在最新的热搜话题和 CP 绯闻上，谁是话题之王，谁就是他们眼中的顶流。但也有相当体谅的观众，他们更在乎晚上8点打开电视或视频平台，能不能看到一个值得追的好故事，一个好角色。对于后一类观众而言，李沁这个名字意味着一种放心是他演的，那剧本和表演应该有点看头。这种来自观众端的基于作品的信任，是一种更深厚也更难建立的火。所以当我们谈论李沁时，我们或许不是在谈论一个流量明星的起伏，而是在观察一种传统演员生存模式在流量时代的适应性。他证明了，即使不在话题中心，凭借扎实的演技、敬业的态度和对角色的精准塑造，依然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影视行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并且这条路可以走得很长、很稳。他的火是温火慢炖，熬的是角色和作品的汤底，而不是猛火爆炒，追求一时的话题香气。娱乐圈像个巨大的哈哈镜，放大着某些特质，也扭曲着某些标准。在这个镜子里，有人被放大成巨人，却可能一脚踩空；有人看起来身形未变，却一步步走得坚实。田小娥在那个吃人的年代里，拼命想活出个人样却不得，而塑造她的李沁，则在另一个复杂的场里，用自己选择的方式，沉默但有力地证明着一个演员的职业生命该怎样燃烧。这背后关乎选择，更关乎对演员这个身份本身的认知。何冰老师关于演员与观众默契的观点，或许正是对这种认知的最佳注解。演戏不是炫技，而是建立一种共情与理解的桥梁。当镜头对准李沁，无论是田小娥的绝望、林婉儿的灵动，还是刘巧珍的淳朴，她都在试图搭建这座桥。至于桥这边热闹还是那边热闹，或许从来就不是评判一座桥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。